那些被极寒冻过的日本科考队员，一进入到室温20多度的室内空间，正负80多度的温差，让他们的皮肤立刻变得通红，仿佛刚被开水烫过一遍。这种瘙痒和疼痛，比暴露在外面的时候更胜了几分，以至于每个人都在疯狂抓挠自己浑身上下，甚至抓到遍体鳞伤。美军指挥官也没想到，仅仅几十秒的时间，竟然就能把他们折磨成这个样子，心里也不禁有些担心，是不是搞得有点过头了？这件事毕竟万一回头日本那边升级抗议，白宫感受到舆论压力，大概率要把自己推出去背锅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管他呢，现在这件事越看越诡异，要不让这些日本人开口，说不定要错过什么大秘密。万一这里面真有什么价值极高的线索，自己说不定能立下大功一件。反正这些日本人都要被转移到麦克默多科考站，受了伤的就干脆多羁押一段时间，什么时候伤好了什么时候放回去。他们要是向日本政府控诉，自己这边大可以不承认，反正有的是办法和稀泥。于是他便让人继续对这些日本科考队员加大审讯力度，逼迫他们必须给所有在外的同伴发出回撤的指令。可是这些日本科考队员的再上强度的话，恐怕就要出人命了，坚韧程度远超他们认知。即便是已经把他们摧残成这个样子，他们还是没有任何松口的迹象。美军指挥官有些无法理解，这种折磨就算是很多经历过特殊训练的特工和特种兵也很难扛得住，为什么这些没有过从军经历的普通科考队员却完全不怕？手下此时跑来向他请示道，长官，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有非常强烈的信念感，我们的常规审讯手段根本就无法摧毁他们这种信念，实在是无从下手啊。美军指挥官冷声道，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摧毁不了的信念，是不是刚才到外面冻的时间太短了？给我继续上强度。手下有些担忧地说道，要是再继续上强度，恐怕就要出人命了。他们的皮肤现在已经开始溃烂了，似乎像是被开水烫过一样，要是再出去动一圈，怕是全身皮肤就完全保不住了。美军指挥官惊骇不已，他也不知道零下60度的天气有这么强的杀伤力，要真是给这些人冻伤到面目全非，这可能还真是不太好交代。他一时间有些犯愁，按照这个趋势，想把外满散落的日本人召集回来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万一打草惊蛇，这些人很可能还会销毁证据。现在的选择有2个，一个是守株待兔，所有人隐蔽在这里，等待这些日本科考队员陆续回来补给，这种肯定有效果，但就是时间可能会比较长。至于第2个选择，就是主动出击，派兵四散出去，把那些正在外面作业的日本科考队员全部抓捕回来，这样时间应该会快很多。但是对士兵来说是个考验，毕竟要分兵多路，甚至要追击出去几百上千公里。思前想后，他决定向白宫汇报一下，给白宫提2个方案，看看他们选择哪一个。于是他立刻用卫星电话向白宫汇报了具体情况。白宫此时对日本科考队员的秘密愈发好奇，他们搞不懂南极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，能让这帮人以命相守。就算是爱泼斯坦的秘密也不没保密到这种程度吧。越是这样，他们就越迫不及待地想弄个清楚。于是白宫立刻下令，让他们不要坐以待毙，立刻派兵前往抓捕，抓到之后立刻对人员进行突审，对设备进行封存，设备等待他们的技术专家过去提取数据。美军指挥官得到白宫指令，立刻开始重新集结军队，开始沿着科考队车辆出发时，在冰盖上遗留下的轨迹进行追踪。叶晨绕过带他们的装甲车辆全部出发之后，才悄悄离开日本昭和科考站。不过他并没有着急先返回北欧科考站，而是用卫星网络将美军在极寒天气中虐待日本科考队的视频，以及美军海豹突击队登上装甲车离开科考站的视频
都发送给了李亚林。随后，他给李亚林通电话，叮嘱他：李探长，你让 AI 模型抓取一下日本网络上各大网红博主的联系方式，最好是征集素材的邮箱地址，然后用安全渠道把这2段视频发给他们。叶晨之所以要把视频发给日本那些网红博主，是因为他觉得日本政府未必有那个骨气跟美利坚硬刚。这视频要是给到他们没准会先舞起来。但是民众就不一样了，民众没有所谓的大局观，而且这种事也不牵扯他们的自身利益，所以他们大都是情绪导向。这些视频一定会让他们愤怒，所以他们也大概率会选择曝光出来。更何况，网红本身就将流量视作生命，能拿到这么爆炸的视频，就等于娱乐博主拿到了最炸裂的顶尖1线明星绯闻证据，肯定会第一时间放出来博取流量。而且，叶晨不只给了一个网红，就等于有了多重备份。就算 A 网红不选择曝光， B 网红、C 网红，甚至一直到 Z 网红，也都会竞相曝光出来。网红自身又都具备庞大的粉丝群体，所以只要他们把视频放出来，就会立刻传遍整个日本互联网。到时候日本国民群情激愤，这件事就有乐子看了。而且一旦日本网友开始声讨，这件事肯定也会引发全球范围的关注。到时候只要是具备一定正义感的人，恐怕都会声讨美军的所作所为，尤其是他们竟然违背南极条约，派兵进入南极的行为，肯定还会受到世界各国的指控。此时的日本正值上午，许多以拍摄视频为生的网红博主，此刻都在为自己的视频内容构思。现在网络上同质化的内容太多，抄袭模仿也十分常见。头部博主现在都加强了在内容策划上的投入，想找到更多特别的题材和切入点，来吸引粉丝的关注。不少博主还开通了素材投稿的邮箱，甚至开出了不菲的报酬。素材已经采纳，就会给对方兑现承诺。就在很多博主和团队都在为今天的工作内容绞尽脑汁的时候，忽然一封邮件发到了他们的邮箱之中。邮箱的标题非常骇人：美利坚违背南极条约，暗中出兵南极，控制日本昭和科考站，抓捕并虐待日本科考队员。